已决犯乔治良对被害人强奸致死，被告人李湘却罔顾事实，为他做无罪辩护，这不是包庇罪犯是什么？被告人是乔治良的辩护律师，通过对证据的审查，他认为乔治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他应该为自己的当事人做一个什么样的辩护呢？和公诉人保持一致吗？如果这样，那他辩护的意义是什么？法庭还没有正式审理，被告人就把自己所掌握的公诉机关可能提出死刑建议的内情告诉了已决犯乔治良，这就是泄露国家机密。被告人在会见乔治良的时候，把他有可能面临的判决结果告诉他。请注意，是有可能面临啊，目的是为了说服乔治良配合审判，争取合法的权利，这有何不可？如果他们会见和讨论案情等于犯罪的话，那律师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在我方第4号证据中，公诉机关提审乔治良的时候，也和乔治良分析了案情，提到过，如果态度不好，可能面临死刑。乔治良被羁押以后，依次见的是公安机关、公诉机关，最后才是辩护律师。那这是否意味着，首先泄密的是公诉机关？公诉机关讨论案情就是行使公务，辩护律师讨论案情就是泄密，法律依据何在？综上，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应该得到依法严惩，期待法庭作出公正的判决。辩护人，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请问，法庭之上，被告人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是否仍具有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应不应该得到保护？刚才公诉方出示的证据，我方均无异议，而且也列为了我方证据。为什么？因为这些证据不仅证明了被告人无罪，还证明了他作为一名律师，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在法庭上给自己的当事人努力争取了合法权益。我们并不因此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律师，相反，我们认为他只是履行了一个律师最起码的法定职责。如果他不这么做，他就渎职了。辩护律师只有有罪但求轻判和无罪辩护2种选择。如果后者等同于包庇犯罪，那被告人只有一个下场：认罪伏法，哪怕是被冤枉的。这世界上没有冤案吗？公诉人从来没有犯过错。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地防止错案。如果有一天，在座的不幸成为被告人，怎么办？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障你最基本的合法权益，该如何求告？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国家机器面前，都是弱小的、无助的。律师李湘，因为为他人辩护而成为被告人，按公诉人的逻辑，
那我应该也成为被告人啊。同样，如果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的话，也一样成为被告人。可怕吗？荒谬吗？这样的逻辑链条，难道不是对法治最大的威胁吗？我们今天在这儿，不单是为李湘，不单是为了律师制度，更是为每个人辩护。能不能成功，我没把握，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今天因为辩护而坐到了被告席上，那一定会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起来站出来，这个击鼓传花会鼓声不停，一直继续下去。但是，总有一天，它会停住，因为那时候，中国已经走上了法治之路，每个人最基本的合法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甚至是更有力的保障。安静，安静，注意法庭纪律。所以，我们对李湘律师的无罪判决很有信心。就这些，说完了。我决定了，我要当律师。又想好了？我又决定了。被告人，你有最后的陈述。本辩护人还有话说。公诉人，你们真的认为本案被告人有罪吗？为什么起诉书和列举的证据如此简单？你们指控他犯下了2项重罪，破坏了严打斗争，罪行如此严重。我提醒你们，有罪判决不仅仅剥夺了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人的尊严。法之重器，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虽然我们在法庭上的立场各不相同，但目的却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给大家带来安全感，遵纪守法的人可以没有恐惧地活着。请，不，恳求你们和我们一起为建设这样的社会一起努力。谢谢。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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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法庭纪律。
谁？丁院长，为什么没有当庭宣判呢？为什么呀？如果让我真的是当庭宣判，我认为只能判无罪。这话我也不是没说过。但是院长，哎，不用你传话了。喂，领导。今天我没有当庭宣判，是我认为应该判无罪。事后呢，我们合议庭也碰了一下头，大家嘛一致同意我的看法，这也是我们法院整体的意见，向您汇报一下。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是吗？没有别的话了？有，领导，我认为啊，一个人如果被指控有罪，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他不构成犯罪，宣布无罪，这都是很正常的。这也应该是下台阶最好的办法吧。老丁，你觉得我是关心我个人的荣辱吗？啊，我不需要什么台阶下，我要的是确保打击犯罪斗争的胜利。我要和他们坚决的斗争到底。如果说你觉得负担太重，你不敢判的话，那你直接告诉我。小生，参谋先生，让食堂给我煮碗面，下俩鸡蛋。是。不，下4个。4个蛋，几碗面？一碗我一个人吃，行吗？明白？1碗面，4个蛋。刘兵，您这就走了，不等宣判了？不等了。万一宣判我们赢了，我会在法庭上手舞足蹈的，这不太好。哎，岳力啊，以您的经验来看，没有当庭宣判，是不是说明他们也心虚啊？审慎乐观吧，我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不管怎么说，听了一场辩论，我们收获都非常大。你们能有收获，我非常开心。不是我变得好，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国家领导人正在努力推进法治建设，当然，法治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你们正在见证历史，啊，将来可以跟自己的儿孙吹牛了。严律师，您是说我们见证历史吗？当然，这法治进程的推进，那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袁律师，袁律师，袁律师，辛律师，哎呦，辛律师，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您在法庭上的表现非常了不起，跟您合作非常愉快，希望我们还能有机会再合作。我也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我要跟你回北京，跟您长期合作。我想好了，去北京跟您干，公司多少无所谓，只要有口饭吃，不管饭也可以。这次啊，
我经历住了考验。您也说我是一名优秀的律师。袁律啊，那个车快到，有点来不及了。是那个秦律，我会考虑的。我现在要赶时间。袁律师，车票买好了3张，我跟你一起去省城，咱们车上聊啊。同学们，不用送了啊，再见再见。走，走。秦律，这事儿袁律一人也说的不算。别碰我。对不起，袁律师，不是出名的，我能吃苦，我什么都能干，打杂整理文件、跑腿都可以。不是那个。打人是违法的，打人违法。赶紧走吧。往哪边走啊？这边。来，大口啊！哎呦我天哪，快饿死我了！我这一天没吃正经饭。人家辩护，你紧张啥？我也挺紧张的，紧张到肚子疼。我觉得袁律起不了太大作用。什么意思啊？他自己也说了，如果最后这个事情解决了，是上面重视，不是他编的好。我同意你啊，咱就应该啥也不干，就等着天上掉馅饼，掉7个，只吃这几个，吃完一拍肚子，哎呀饱了。我没有说袁律不好，你也没资格说的呀。我的意思是，自下而上的努力远远比不上自上而下的变革。但如果没有这1年的实习，我们也根本不知道现实当中问题在哪儿。但我不是想跟你辩论，老岳。陈一中，哎，北京长途。好。陈老师，袁律是已经走了吧？走了，但没回北京，去成都办事了。你没事吧？我就来问问，走了好。我本来就是痴人说梦。陈老师，喂，我是陈一中。一中啊，你说我是谁？哎，陈老师。一中，我跟你讲，那个案子有结果了，领导们批示，这是一起严重的违法违宪事件，必须予以监督纠正。你等一下，他们还说呀，这是全国人大履行监督职能的典型案件。然后对，你等，批示已经下发了，可能已经到南隅了。真的，那太好了。庭审怎么样？袁大律师果然是名不虚传吧？啊，袁律师讲得非常好，对我们帮助的很大，而且审判长和检察官们其实心里也是认的。还有那个秦律师，秦律师发挥的也非常好。那个陈老师，我这有点事儿，我先挂了。一中，回头说啊。陈老师，陈老师，秦志高，你分配到哪儿去了？省检察院。祝贺你。那么，我们就要分别了。记得等我。
等你1年后毕业，能不能也分回省城去？不知道，听从组织安排吧。你是不是也希望我分配回去？是，我希望和你一起工作，一直工作下去。我得回去了，记着写信给我。好，19楼108，赵秀兰收。秦志高，等我毕业，再见。那后来你等到他毕业了吗？其实啊，那时候我已经有老婆了。啊？就是那天在招待所门口看到的那个。哦，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后来还见过赵秀兰吗？没有，不敢见，没脸见。只要一提，我老婆就不高兴。检察院怕他总是去闹，影响不好，干脆就把我退回了老家。我没有办法，只能在镇里的中学里教书。那你们就一直这么过着吗？我活该，算报应。他有那么恨你吗？恨我？我下放的时候，是他寸步不离地陪着我。我快死的时候，是他拖着我走了10几里路去看大夫。我救命！救命！不行，不行，真不行的，医院有规求求你定了，我医院有规定的，我会给你钱的，不行的，医院有规定。哎呀，求求你，先给药，先救命行吗？求求大夫，求求大夫，求求大夫！为了给我治病，就为了2000块钱彩礼，他逼着女儿去嫁人。后来，我恢复了工作，进了顾问处，我就把他也带到县里。他没有工作，每天在路口卖花生，补贴家用。每天早上4点起床，手上的皮都脱了，他也舍不得戴一副劳保手套。8岁。咋的？哎，喂，告诉你，破袜子，白死鬼！你说他是恨我，还是疼我？我也说不清楚。也许他就是离不开你。到最后，抱着一起死，尘归尘，土归土。我唯一放心不下，对不起的，是我们家小儿。所以你女儿跟你们的关系一直不好。她有理由恨我们吧？那你找过她吗？找了也没用。一正，这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你要是我可就……放心，你放心，放心，我肯定不说，放心吧。一正，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能够重新开始人生的机会。没了，
我没有遗憾。我回到了母校，看到了19楼108，还堂堂正正地做了一回真正的律师。这20多年，我第一次停止了摇杆，死而无憾了。叶仲，谢谢你救了我的命。还算好吧，领导，反正也没判嘛，那就由我们法院再开一次庭，判决无罪，当庭释放啊。不是他们破坏严打，就算构不成犯罪，那也不等于说我们抓错了人吧？对吧？哎呀，这个可不太好办了。老爹妈，你非得把我们的脸面丢到地上不可吗？不是，之前丁院长提出一个想法，叫免于起诉。不是免于起诉，那跟无罪释放有什么区别？无罪释放是我们把人抓错了，免于起诉是人没有抓错，但因为他的罪行轻微，我们就不予追究。这个法子嘛，没审之前兴许还可以，可是现在领导文件都下来了，恐怕行了，那就这样吧，免于起诉，是吧？放人吧。啊？放！好，这，那我就先走了啊。老弟，好。同志，这是去哪儿啊？手铐也不用戴吗？走你就行了，别管。哎，洪主任，知道啥事儿不？不知道，估计是好事。真的？哎，那天审理的时候，评察先审你啊，老子是主任，他拿村长不当干部了。坐吧。洪战胜、李湘，检察院对你们的案件进行了重新审查，经审查认为，你们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认罪态度较好，你们自由了。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是吧？是的。同志，你看我跟你说，主任，等会儿，主任，同志，您刚刚是说，我们俩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所以对我们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是吧？是的。那我不出去了。干什么你这就这样回去了？不法什么意思？主任。不予追究，是说我们俩构成了犯罪，只是情节较轻，检察院宽大为怀，决定不追究我们了。洪振胜、李湘，我们对你们的案件再三研究，慎重地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这是你们恢复自由的机会，所以说希望你们珍惜。检察院同志，我不需要，我无罪，不接受这份决定，送我回去吧。李湘，干什么？
你是个律师，怎么这么不严谨？送我们俩回去。咋了他们了？中央工作小组来了以后就这么说，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出去。好好蹲着吧。哎，丁院长，我来，您别站手，别站时上，我来，让我来。哎呦，哎呀，年岁大了，猛地起来头还有点晕。哦，都是幸好到工作组来了，我们会更被动的。不是，现在这都是怎么了？当年我也被关了5、6年，我也是被冤枉的呀。也，哈哈，哎呀，领导也被冤枉过。你用不着跟我抠字眼儿。我的意思是说，组织上找我谈话以后，把我放了出去，可是我一句怨言都没有。娘打孩子嘛，当然有打错的时候，但是那必定是我的娘啊。领导，娘打孩子那是您的理解，我们的理解嘛，共产党人就应该实事求是，知错就改。哦，对不起，我不太舒服，先走了啊。你们谈。哎，我头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啊，老丁。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有问题有意见你们就提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洪战胜、李湘无罪。经过3年严打，全国治安大幅改善，安定民心，稳固改革开放环境，成果依托党的领导、群众和政法机关合力取得。但是，由于时代局限，严打追求办案速度而弱化程序公正，法律适用模糊，量刑标准单一，人权法治保障不足。此后，我国吸取教训，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司法原则，完善死刑复核、辩护等制度，废除流氓罪、游街示众与劳教，推动刑事治理全面法治化转型。喂，我苏国胜啊，我犯了重大的错误。你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共产党人当以实事求是为准则，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你的行为已经严重违纪，必须接受处分。我会尽快的交接我所有的工作，尽早的到学习班报到。东西还没收拾好，我再抓紧收拾吧。回去抓紧。张丽慧，哎，眼前一盖哈。怎么了，建明？有事？听说你们要走了，来道个别。哦，是。谢谢你啊！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道别的。是吗？是。谢谢你这1年对我们那么照顾。应该的，应该的。对了，你上次给我书，我忘了把钱给你。不用，不用，那书是我送你的。丽慧，走吗？我们明天早班车，特别早。就此一别，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就在这说再见吧。再见。我会永远记着你鼓励我的话。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任何事儿、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那我走了，再见。再见。哎，你记着啊，任何事儿、
任何时候。嗯，再见。再见。再见，建民。再见。生活的歌依旧，不再脆弱的双眸，花开无声，就在不经意的时候。平凡的路，写就不平凡的梦，我会一直伴你左右。小郑，院长，干嘛呢？没干嘛。没干嘛是干嘛呢？真没干嘛。来我办公室一趟。是。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怎么了？哎，我以为你爸了。你看，我怕你爸突然回来。你为什么总这么怕他呀？你见着他心虚吗？没，我是有点本能的怵他。哎，好不好吃？明知故问嘛，太香了。那还有好多呢，你们5个路上吃也都够了。嗯。这是给你的，你自己留着吃，别让他们看见了。咋的了你？没咋。没咋的吗？嗯，没有。英蕊，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个人比较务实，不爱说大话。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吧。你能有啥实际行动啊？你是不知道我生活过得多苦。我妈做饭老难吃了，那是惨绝人寰，你知道吗？所以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发誓，以后无论有什么招，我把你领回家。领，不是，谁让你领回家了？我答应了吗？我去你家也行，我就有点怕你爸，但我能去。不是你去我家，你教教我妈怎么做饭。那你快点回来。整的我都不想走了。哎，赵大宝啊，人呢，不要去够自己够不着的东西啊！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就对了。什么时候决定的？其实想了很久了。苏书记调走了，张院长也调走了，咱们法院要重新调整人员结构，还要重视一些年轻的骨干人员。本来我是不打算让你再做行政的，改做业务。谢谢院长。其实我申请去进修，就是想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我想当审判员。但我想退而结网，从长计议，再搏一把。在我这儿跟着我，就不能搏了，就不是从长计议了。院长，我不是那个意思。走吧，走吧。我早都想到了，这几个大学生一来呀，肯定
会动摇我的军心的。谢院长，我一定会回来的。所长，人来了。魏所长，你怎么才来呀？死性！魏福根，你干什么？再不老实，给你关回来。哪能呀，魏所，我又没犯多大罪过。啊，这个月已经是第3次了，再这样，够给他开个单间了。我回去一定找他好好谈谈。对不起啊。别让他把你吃饭的锅给砸了。啊，不会不会，他就是多喝点酒闹事儿，不喝还行。魏福根，你听好喽，再酗酒闹事，那就不是拘留的事了啊。是，魏所。谢谢你，魏所长，我们先走了，谢谢啊。再道别，时光也不回首，再沉重，青春也如海流。就约定，奔赴各自的路口，也要将同样的梦守候。有的花等了等又流走，有的路崎岖多风雨骤。别担心，疲惫了就无从解忧。我微笑代表懂你感受，那些委屈苦痛蔓延在夜的尽头，也曾追问自己勇气还够不够。有一颗星闪烁，仿佛在问候，那是你来时许下的梦。生活的渴依旧，不再脆弱的双眸，花开无声，就在不经意的时候。平凡的路，写就不平凡的梦。我会一直伴你左